啊，谢谢。哇，谢谢。妈呀，我现在等于喝了洗澡水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拉拉的云南生活。在今天的视频里，我想带你们一起体验一下像当地人一样生活。云南的山很多，中国人常说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所以云南人春天会做什么呢？当然是爬山采野菜了。掉头有点累，那就停这儿吧。人是可以走过去的吗？可以走啊，可以走。哎，这里就已经能看到蕨菜了。对，这种我们不采，要采。哦，对，这个可以。这个太肥了，哎，你看这个被人家采掉了，这种肥美的，这个被人家采掉了，粗的，好明显的。还是感觉就这2天，今天什么时候刚刚采的？啊，这个是小嫩芽，太小了。蕨菜只在路边吗？不在那个草地上吗？都有。嗯。还有一种叫水蕨菜，水蕨菜比旱蕨菜好。2月份荠菜，3、4月份蕨菜，然后到雨季6月就是挖各种菌菇的时候了。菌菇的时候，他们山上就开始挖菌菇。不知道今天能挖到多少野菜，但是我觉得无论有没有野菜，在这样的环境里就已经很值得了。这个可以吗？我觉得这个可以。哦，我去问一下我邻居，这个能不能吃？小牛。请问这个牛是耕地的牛吗？这是耕地的牛吗？柴牛不是，暂时不耕地了。哦，这个牛不是耕地的。柴牛。柴牛。柴牛了嘛？柴牛。哦，这个牛叫柴牛。哎，人吃菜的菜了嘛？哦，菜牛。菜牛了嘛？哦，这是菜牛。哦，知道了，这是菜牛。开几波那个？什么？你开几波呀？你再说一遍。你这是开几波？开几波？你这是开几波了嘛？还是没听懂。我这是在拍视频。哦，拍视频。对，拍视频的。孙老师，你是不是已经采了很多了？没有，那边全部都是蕨菜，但是我们来了有点晚了，老了。对，就是全部都是长出叶子的就不行了，对吧？对，长叶子都不行了，老了。这些就是已经长得太大了，已经长出来叶子了，只能吃像这样子的嫩芽。虽然我也不知道回去以后要怎么做。这个呢？还行吧。哎呀，不行。啊，我觉得我看到火山了，这应该是2个火山口。我已经开始呼吸有一点困难了。虽然我在腾冲已经住了1个多月了，但是我还是
适应不了这里的海拔。只要我爬山，然后很快我就会累，头晕，然后有各种高反的症状。我现在喘气喘的就像我快要死了一样。虽然这里的海拔也不算太高，腾冲的海拔大概是1500到1800之间，但是我是在平原里，我是在平原出生长大的，所以我还是很不适应这样的海拔。腾冲登山健身步道。这里有海拔，可以看到这里的海拔是2456米。登山是比较正式的、专业的、书面的说法。在日常生活里，我们一般说去爬山，而徒步不一定是在山上，也可以在沙漠里，在城市里。我又看不到我的邻居了。他每个星期都徒步爬山，所以他比我厉害多了。我感觉现在就像我一个人在一个大山里面。我已经不想说话了。这就是山顶哎，真的很好看。我们爬的是一座火山，山顶上有很多黑色的火山石。火山石的话，就是有很多气孔，对吧？火山石就是有很多气孔。是在跟我打招呼吗？小羊，咩咩，嘿嘿，他们在跟我打招呼哎，咩，这是今天的收获。其实我有点担心他们能不能吃。这个味道呢，反正我做的菜就不会很好吃，但是吃起来感觉不像是什么奇怪的东西，应该没有毒吧？你们能看到这个视频，说明他们是没有毒的。但是当时我真的有点害怕中毒，所以吃完野菜我就跟邻居出门散步了。每次出门散步，我们总是一边走一边摘野果子吃。我觉得那个很熟的、很黄的已经被人摘完了。甜还是挺甜的。现在小孩都是爸妈带来摘啊，我们小时候哪有，就是3、5个放学小伙伴就走了。到天气好，老师会带着去摘。云南腾冲有很多火山，也有很多温泉。来腾冲一定要做什么呢？当然是泡温泉啦。腾冲有200多眼温泉，泡温泉是本地人放松的方式。来腾冲一定要像本地人一样泡进大自然里。这里有20几个温泉池，但是我们来的比较早，所以有的池子是空的，还没有放水。也有一些池子已经有人了。我想找一个空的没有人的池子。
这个是空的，还没有放水。这个也没有。哇，好舒服！哇，好舒服！啊，好热，好舒服！因为我们来的比较早，所以池里的水还没有放满。现在坐下去，差不多到肚子。啊！哇，有点难以呼吸。这个2米长的大长腿。腾冲有2种温泉，一种是硫磺温泉，还有一种是碳酸温泉。硫磺温泉有一股臭鸡蛋味儿，所以我们来这个碳酸温泉，没有什么味道。然后这个温泉在皮肤上有一点滑滑的感觉。这个水的温度在这里42.7度。很多外地人退休以后来腾冲定居，也是为了常常泡温泉。为什么来腾冲一定要泡温泉呢？它对身体好，对心脑血管啊、皮肤啊，还有对你的内脏的这个呼吸系统都好，而对皮肤也好的。而且腾冲的温泉它是比较天然，对吧？因为它很天然。然后我今天来的这个温泉，第一次是多少？第一次是29块9，对。然后可以泡1上午、1下午都可以，对吧？还有一个游泳池也可以游泳。汗蒸房。还可以汗蒸，还可以汗蒸。在云南，除了泡温泉和爬山挖野菜，还有什么是当地特色呢？我的邻居说这里有一口泉水，他说在这里可以打一些水回去烧水喝。水怎么不在？不是这儿，不是这儿。哦，不是这里。哦，是前面。对，喝的。小镇上的人每天都来这里打水、做饭、泡茶。这口泉水，他们已经喝了上百年了。泉水上面供奉着水神，旁边有水神的手机号码。我没想到水神也用手机。这边写了一个告示，不能在井边洗手洗脚。都不等的。用桶一样的。用桶一样的。呀，那个要扶呀。不要扶，不会倒的。这个打水姑娘啊。逛一下不逛一下的。这好像太多了吧。这里面为什么养了一些小金鱼呢？因为当地的村民怕别人会往里面投毒，所以呢，如果鱼是活的，水就是安全的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分享。我的云南生活已经结束了，虽然我很怀念，但是我也期待新的风景。下一个视频，我们在新的地方见吧，拜拜。